好家过寿，送礼排队啊！当家的，今天咱爹过寿，你看咱家连买像样寿礼的钱都没有。你别想那么多，多少是份心意。这一筐鸡蛋咱们存了2个月，本来想着卖了给福儿攒点学费呢。你咋就是想不通呢？福儿要是真考上大学，学费凑不上，爹和大哥还能狠心不管咱呐？下一位叫啥？嘴里多少？哟，这不是咱村最穷、满街捡破烂的郝老二吗？你爹今天过寿，就送这一筐烂鸡蛋。他大壮说，这鸡蛋我们存了2个月，都是柴鸡下的，没喂一点饲料，健康天然着呢。1分礼金不送，还想吃席？大嫂，我们不吃，把这鸡蛋送来就走。滚滚滚！拿筐臭鸡蛋就想骗吃骗喝。下一个，100、200。都这年头了，还有爹过寿儿子送鸡蛋的，真让人笑掉大牙。谁说不是呢？要我说，他2口子就是孬心，存心给老头子脸上抹黑。那这些行吗？他爹，这些是给你买药的钱。没事儿，咱爹70大寿就这一次。 2口子混了几10年，还穷成这样，进去吧，就当我积德行善，喂狗了。摊上你们这样的穷亲戚，真是丢死人！这席面，大哥肯定花了不少钱。要是咱们福儿能考上大学，以后也给你办这样的寿席。你家那个赔钱考大学，他有那个脑子吗？妈，你和我爸在家吗？今天你爷办寿席，在你大伯家呢。 你们等我，我马上到。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说。啥好消息？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好，好，我和你爸等你。来，坐着。 还是他娘，你干什么？2个臭捡破烂的也配跟我坐一桌？把你们身上的穷酸气过给老子怎么办？滚！你们也太欺负人了！穷就得挨欺负，穷就得认命。都吵什么吵啊？ 大哥，这穷鬼是你家亲戚？不好意思，郝总，这个捡破烂的不知道轻重，谁让你们惹郝总的？今天爹过寿，我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俩非要来丢人吗？原来是个捡破烂的，捡破烂好啊！来来来，捡吧！捡啊，快来捡啊！我今天是来给我爹过寿的，不是来捡破烂的。不捡？行啊。 你媳妇长得这么俏，叫你媳妇陪我喝一杯。西北，你聋了？把酒喝了。哥，我不喝。你们太欺负人了，我们不喝，走，咱们走。想走？今天这酒不喝也得喝，拦住他！给老子喝！老婆，你们放开我老婆！ 孩子爹，放开我！大哥，我求求你，让他们放开新梅吧。本来就是蹭吃蹭喝来的，装什么呀？喝呀！这么好的酒，收破烂的平时可没机会喝，穷相都丢到酒席上来了，活该！放开我老婆，你个畜生！出事了！ 孩他妈！爸！
学了，你睁开眼看看啊！爸，您醒醒，我求求您了，爸！您为了我起早贪黑，忙碌了一辈子，我好不容易考上好大学，好不容易能让您在人前抬起头，我好不容易快出人头地带您享福了，您不能丢下我吧！这钱你拿着，福儿上学得用，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你看看学费凑不凑得齐？要是凑不齐，我再想别的办法。大舅，你把钱都给我，你娶媳妇儿怎么办？我就你这一个姐，就福儿一个外甥女儿，大不了不娶媳妇儿。以后福儿有出息了，让她给我养老送终。不行，这钱我不能要。姐，你咱家已经让人够瞧不起了，你要是再娶不上媳妇儿，咱辛家的脊梁骨要被全村戳断。爸已经走了，我不能再连累舅舅。妈，舅舅，我想好了，我想早点出去打工，补贴家用，所以这学我不上了。你说什么？我不上学了。给我跪下，把你刚才的话说一遍。说啊，当着你爸的面，你再说一遍。我不上了。你再说一遍。我不上了。再说一遍。我不上了。妈。我和你爸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争口气，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你爸为了你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你说不上就不上，你对得起他吗？咱家这么穷，我早点出去赚钱不好吗？你以为出去赚钱容易吗？你现在要学历没学历，要啥没啥，出去能干什么？跟我和你爸一样，当个穷捡破烂的，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吗？孩子，人穷被人欺，咱不怕一时穷，怕的是一直穷，代代穷。你给我听着，咱们穷人只有念书这一条出路，其余的不要你管。你是妈这辈子唯一的指望，只有你将来出息了，我才能在这个村里抬起头。你看看你妈，再想想你爸，一辈子弯腰低头捡破烂，要是你以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你妈也能在村里挺直腰抬起头。好福，舅舅把钱都给你当学费，我和你妈的后半辈子全靠你了。妈，福儿，从小到大妈没打过你，等上大学出了家门，累了苦了，坚持不下去了。想想今天的疼，想想妈今天的话。妈，好几万的学费怎么办啊？妈想办法。老婆，给点钱买酒。就50。臭娘们儿，防我跟防贼一样。大壮哥，新梅，你来干什么？大壮哥，你知道好福这孩子考上好大学了，就是学费。你家好福考上大学，咱村也跟着沾光。来来来，进屋喝口茶，咱坐下慢慢说。来喝茶，坐，快坐。大壮哥，大白天的你关门干什么？新梅妹子，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死了男人，连孩子的学费都要你一个女人出来借，你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好过吧？你看你大壮哥怎么样？大壮哥，你这是干什么？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要想俏，3分孝。新梅啊，你真是让我抓心挠肝的日思夜想啊！你别过来！臭娘们儿，臭娘们儿，人穷还死要面子，借钱就得低声下气，让你干啥你干啥，又要钱又想要脸，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死男人的烂寡妇，敢勾引我男人！不是的，阿黄小子，你男人还没凉透就勾3搭4，我非要让全村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子你误会了，福儿要上大学，我是来给借钱的。误会个屁！不要脸东西，别再让我瞅见你，给我滚！妈，你脸怎么了？
不小心撞的。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没事儿，你要想对得起妈，那你就好好念书。二叔兄弟，求求你了，我和我家好福一定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没钱，你上别家借去。大哥，求求你就帮我凑点吧。婶子，婶子，在家吗？婶子。曹老大，听说你包地赚了不少钱，门口那车新买的吧？不值什么钱，就几十万吧。财大气粗啊，几十万都不放在眼里，可比那个死了的郝老二强多了。你来干什么？你家刚死人，真晦气。他大伯，好福马上开学了，这学费……从中，干什么？想借钱啊？全村我都借了，还差1000。走走走，我们家没钱，别影响我打牌。发财！他大伯，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你。等将来好福有出息，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没钱还想上学？你真以为你们家那个粪坑能飞出金凤凰？还不如让好福早点下海打工，补贴家用。孩子嫁人早点赚彩礼，那才是正事。就是，女的上学有什么用？会伺候男人就行。养不起你生什么孩子？该谁出牌了？他大伯，我求求你，你行行好吧。你这是干什么？让外人看见还以为我们怎么你了？大大娘，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妈，起来！他们一直都看不起咱，有钱也不会给咱们的。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大伯大娘？好福，你给我跪下！跪下！母女在这唱苦肉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大娘欺负你。大大娘，孩子不懂事儿，你别跟他计较。我是实在借不到了，看在咱们一脉同祖的份上，你们就帮帮好福，帮帮我吧。二头，哎呀，糊了！行了，今天就打到这儿。弟妹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借你吗？谢谢，谢谢他大娘。谢谢他大娘，这钱我当牛做马都会还的。别，我怕沾染上你们家的穷酸气。拿到钱还不走？走走走，脏死！妈，凑够了，你能上学了。爸，爷爷，四处借钱，到处贵人，你简直把我们郝家的脸都丢尽了！爸，别叫我爸！晦气东西都是你克死我儿子，现在把我的老脸也丢光了。爷爷，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你这个赔钱货，给我闭嘴！我来是通知你们一声，把借的钱立刻给我还了。好福这儿，我给他找了一门好亲事，人家愿意给10万彩礼。爸，福儿才18岁，别说他18，他就13、12，我让他嫁，他也得给我嫁。从今天开始，哪儿也不许给我去，直到结婚。你要是敢放他出去，我打断你的腿！福儿，福儿，妈，别怕，妈给你开门。不要啊，妈，爷爷不会放过你的。走，走开！妈，爷爷发现婚你会被打的。给我抓住他！抓住他！敢偷老子的彩礼钱，还敢把人放出来，看我不打死你！上车，快！妈，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这是你爷爷收的彩礼钱，你拿好，别管妈。妈，我不走，你把这个拿好。妈没本事，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好福，给我滚回来！妈，我舍不得你啊！你给我记住。
你们出个人样儿来，别回来见我，听见没有？我们光宗耀祖一起还乡，要么你就给我死在外面，永远别回来！妈！福儿，照顾好自己。妈，等我一定会出人头地，风风光光的回来接你。顾总，这是我们新签的设计师郝福，毕业于名牌大学，在校时已经参与南城地标建筑，是个设计天才。郝福出身农村，吃苦耐劳，刚毕业就拿下全球多个设计奖。能进入集团的哪个不是天才？先观察观察。我们的设计理念是追求简约、舒适和功能性完美结合，希望每个角落都能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万总，这新的设计方案，今天下午下班前我会让李达发到贵公司邮箱。最新消息，天才设计大师郝福2年为顾氏集团创造近1000万营收，现已功成名就，成为驰燕集团第1董事。那个地标建筑设计没问题，按照我说的执行。郝董，这份10亿的地产合同需要您签字。郝董，世界设计师联盟邀请您出席晚宴。郝董，这是您这2年资助的贫困生给您发来的照片。通知下去，从今天起，集团所有业务暂时由琳达代我处理。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办。是。OK， 好，稍后见。顾迟燕，让我一个外姓人成为驰燕集团的第1董事，于理不合吧？你的设计让驰燕集团在2年内达到了我10年都不曾达到的高度，第1董事的位置非你莫属。所以从今天起，你南城首富顾迟燕也就变成我的手下了。当然喽，老婆。这里是公司，正经点。说说吧，你这个南城第1女董事长，现在最想做什么？回家。郝家村。 6年了，我妈的话我一刻也不敢忘，我也没有一刻不想回去，没有一刻不想见我妈。现在我终于完成了对我妈的承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所以我要立刻回去见我妈。可是我今天要飞洛杉矶，我自己回去就好了。那怎么行？你现在身价过100亿，回到村里我怕你被生吞活剥。放心吧，我会低调的，礼金我就只带1000万。好吧，明天是你堂妹的婚礼，我知道贺礼你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我还是怕你出事，让我的保镖陪你回去怎么样？不用，你明天结束去找我就是了，你去忙吧。喂，郝伯伯，我给郝家村修路的5个亿到账了吧？到账了，到账了！您可真是郝家村的大恩人呐！好，我明天一早回村。妈，6年了，你还好吗？整天勾3搭4，都把人带家来了。他大娘，我托他找郝福，人家是来送信儿的。当年你把郝福送出村，爸打断你的腿就是教训。寡妇门前是非多，就算老二走了，你也不能整天跟些不三不四的野男人混，省得另外一条腿也没了。快进来，快进来，弟妹啊，这是我们给你介绍的对象，他呀家里有几10亩地，人是丑点老点，但可知道疼人了。你要嫁给他，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他大娘，我不要。怎么？你一个死了男人又瘸腿的寡妇，人家都没嫌弃你，你还嫌弃人家？不是，我哪有条件嫌弃人家？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郝虽然没了6年，但我心里还是挂念他，我就想守着他，等福儿回来。回来？你那个赔钱货，恐怕没脸回来吧？他大娘，你这是什么话？我家郝美前几天在城里见过他，你家郝福在夜总会陪酒呢，那裙子开叉开到这儿，
领口到这儿，下三滥的东西，他有什么脸回村啊？你胡说！我家好福是去上大学了，他不会的。王老头的钱咱们都收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不对，生米煮成熟饭，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们给你守着门。行行行，你家好福去上大学了。王老板，你跟我弟妹好好聊聊，我们先走了。他大娘，跑什么？他们收了我的钱，你今天就是我的了！救命啊！放开我！这下好了，生米煮成熟饭。她要是嫁人，她和好福的地都是咱们的了。还是你有办法。村里修路占地，要怪就怪正好占的是他们家的地。郝老大，你收了我的钱，还差点要老子的命！你给我等着！好啊，你个死贱货，还敢出手伤人了！别过来！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死！你还敢威胁我？姐，你们是非要逼死我姐啊？他大伯，你们郝家也太欺负人了！你怎么说话呢？我们这是为他好，为我姐好。她娘家人还没死绝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看我姐没男人好欺负，想霸占我姐的地，霸占我姐的房子。你们算盘打得真响！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我姐的事不用你们管。她老了我管她，她病了我给她看，就算是跪着要饭，我也养活她到死。小弟，姐，没事，有我呢。行，宁穷嘴硬，等下分地钱，我看你俩怎么硬。福儿，6年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6载寒苦，一朝冲天，生养之恩，刻不敢忘。恭喜郝董金凤展翅，衣锦还乡。妈，郝家村，我回来了。乡亲们都静一静，大家都知道咱们村要修路了。占地赔偿金高达2000万，拿了这笔赔偿，咱们人人都能住高楼，人人都能买轿车了。咱村能有这大好事，都要感谢一位大恩人，他就是迟燕集团董事长，是他给咱们郝家村拨款5个亿，才让咱们的地被占，才让咱们有钱分。这迟燕集团的董事长是哪儿冒出来的财神爷？管他哪儿冒出来的，咱们有钱拿就行。现在分钱仪式正式开始，我念到谁，谁上来领钱。郝超、郝甲、新老。好了，占地的都分到钱了吧？不对，他大伯，我和郝福的地也被占了，我们娘俩的钱呢？郝福在外站街做鸡，不顾贞洁廉耻，丢人败兴，辱没门风。你这个当妈的不管不教，愧为人母，所以你们娘俩没资格有村里的地，更不配分钱。什么？郝福在城里站街卖身，亏他当年上大学，我家还借给他钱，这种脏钱都赚，真是不要脸。有什么样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妈，母女俩一个德行，勾引男人的烂货。新梅，你自己说，你还有脸要地，有脸分钱吗？没有，他大伯，我女儿没有干脏事儿，敢做不敢认，把这个贱妇赶出村。郝福没有，女儿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当妈的责任最大。郝福当年偷跑出去，现在又站街当鸡，给我们全村丢了人，那就该按村规处置，大家说对不对？我女儿没有出去卖。各位乡亲，要是他闺女出去卖这事儿传到迟燕集团耳朵里，说不定人家就撤资不给咱们修路了。对，这种烂货不配要钱。我的钱可以不要，但我福儿的钱你们得给，就当我求求你们了。到现在你都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你家郝福做了败坏族风的烂事儿，你这个当妈的就该受到惩罚。按住他，让他给他祖宗磕头认错。姐。
子是不是在外站街？我女儿不是那样的人，还嘴硬，死不悔改，我看不上祖贵不行了。对，上祖贵，打死这个不要脸的！在外面，你女儿是不是在外面给咱郝家村丢人？没有。主任，别怪我不讲亲情，请足跪。姐，你给我放开我姐！第一遍打你教女无方，丧天良响，生而不养，枉为娘。第二遍打你不孝，女儿白眼狼，无颜面对祖宗。第三遍别打了，你们要打死我姐才满意吗？我再问你一遍，你承不承认啊？我不认，我女儿没有。你们不能空口白牙诬赖我女儿。好，第三遍。妈，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妈，你的腿还有你身上的伤，怎么回事？妈没事儿，福儿，妈，是好福不争气，回来晚了。妈不是在做梦吧？我的福儿真的回来了，不是做梦，妈，我真的回来了。谁动手打的我妈？你还有脸问？你妈挨打就是因为你。没事儿，就是村里的老规矩，你不用管。你回来了，妈就高兴。真是母女情深呐！既然这样，你们娘俩就一起洗吧。洗什么？当然是洗你这一身骚气了。你干什么？说得好，城里站街卖的脏东西是该好好洗洗。大伯大娘，你们胡说什么？说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你这么多年在外面，什么脏钱臭钱都赚，我用黑狗血给你洗洗，省得你脏了咱们村。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不死在外面？爷爷，我怎么没脸？爷爷，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他怎么说也是您亲孙女，是不是非要我们长跪不起，你们才能饶了他？妈，咱没错，为什么？别搭理他们，地钱都分完了，您孙女好米的喜宴也要开始了，别耽误好时辰。今日良辰，不仅是分地钱的好日子，更是我孙女郝美和孙女婿周欢的新婚吉日。老大，快请父老乡亲移步回宴。福儿，妈没带礼钱，咱就不去了吧？妈，我特意赶今天回来，就是想替您送堂妹一份新婚大礼。这份大礼不但能让郝家对咱刮目相看，更能让您在全族面前挺直腰杆。替我送的什么贺礼这么神秘？价值千万，是咱们全族的宝贝。好福？那谁让他来的？他从小就嫉妒我，现在长大了看我嫁这么好，他个站街的今天故意来恶心我、晦气我，是不是？好闺女，她就是个站街卖的，你不一样，你是咱们村的金凤凰啊，影响不了你啊，放心。那是，我们家周欢可是在迟燕集团上班呢。新娘子好漂亮啊！那当然，我女婿可是人中龙，闺女你就是人中凤。小美，新婚快乐，恭喜！你给我站住！你这脏东西不配走我的新婚红毯。小美，你是我堂妹，我今天回来是特意庆贺你新婚的，你这是……我让你站住没听到吗？妈，别让他过来！这个晦气东西，离我远点！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什么呢？我说错了吗？全村谁不知道你不知廉耻，什么脏钱都赚，恶心死了！我不知廉耻，我赚脏钱。你知不知道，咱们村现在最大的福气都是我给的。咱村最大的福气是你给的，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好福，你别嘴硬了，全村都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我在外面做什么？你还有脸问？你在外面，你心里清楚，说不定早就染了一身的脏病，看你一眼我都嫌恶心，你可别传染我。好美，我们怎么说也是从小长大的姐妹，你这么说是不是太过分了？你们看她装什么装？你在外面站街做鸡，全村都知道。做鸡？前几天我陪客户应酬，在红烂事的见鬼，你以为能瞒得住？我们家福儿不是你们说的那样。郝美，你肯定看错了。我发誓，要是看错了，就让我这回结不成。苍天有眼，作孽必报。饭可以乱吃，事不能乱发。装笑，闺女，今天是你大喜的好日子，别让一只野鸡坏了心情。对你这种野鸡，一辈子别想变成我这样的凤凰。什么了？贞洁就是女人的命，像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放在以前是要进猪笼的。我明白了，你们以为我这5年在外做公主才那样对我妈？
对，你们现在离开。福儿，你快告诉他们你这5年在外面做什么，告诉他们咱们没做让郝家村丢脸的事儿。小美，大伯大娘，我大3开始实习，毕业时已经工作2年，我有现在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祖宗，我发誓。吉时到，请参加婚礼的乡亲就位。行了，好福，我告诉你，你要是还要点脸，还有一点良知，就给我老实点，别让我们全家陪你丢人。我不但不丢人，还要送你们全家一份大礼。厉害！行，我们等着你的大礼。哼，真是吹牛不打草稿。福儿，人家不欢迎咱，这婚礼咱们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妈，咱们行端作证，什么也不怕。而且我今天回来，就是要让您在全村全族面前挺直腰杆。这一天我日思夜想了6年，咱们不仅要去，还要风风光光的做主桌。可他们误会而已，等我的贺礼一到，误会自然就解除了。你能不能跟妈说句实话？这些年你到底在外面做什么工作？妈，您还记得当年您送我走的时候说，不混个光宗耀祖就别回来吗？那你现在……妈，我的工作足够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至于我具体干什么工作，我一时半会儿跟您解释不清楚。不过您放心，今天我一定会给你、给咱们村一个大惊喜，狠狠打那些瞧不起我爸、瞧不起您、瞧不起咱们全家人的脸。亲家母，亲家公，咱们家周欢真是有本事啊！快坐！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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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别担心，今天我一定让你在全村人面前长脸。等等，抵钱。就你这样的还想来吃酒席？你知道这多少钱一桌吗？说出来吓死你！8899配的可是大中华、东星斑帝王蟹、飞天茅台，这就叫面子，这就叫排场。你们母女花这点钱就想来蹭吃蹭喝？我们没想蹭吃蹭喝。吃席，这点礼金吃屁吧！拜高祖，小人嘴脸。你说吧，多少钱能进宴席？8000、1万，你给得起吗？你怎么知道我给得起？口气不小，那你倒是给呀！看看人家，哪个不是800、1000的？就你们这1块2块的，也不嫌丢人现眼。别说800、1000，就是800万、1000万我都拿得出来。怎么又是你们？郝福，你到底想干什么？大伯，闭嘴！你说我们郝家造什么孽？怎么出了你们母女俩这种败孝的大娘？也过了吧？哎呦，了不得了！乡亲们快来看啊！这个白眼狼恩将仇报，当年你去上大学还是我们家借你的钱，你在外面鬼混6钱，臭的人5人6的，拿着这块帮忙的脏钱就来蹭吃蹭喝，呸！不要脸！哟，还真是不请自来啊！真不要脸！我再说一遍，我今天来是给堂妹送新婚贺礼的，不是来蹭吃蹭喝的。贺礼？你的贺礼在哪儿呢？我准备的礼物实在太重，村里路太窄，车子进不来，我就先自己过来了。司机还在步行搬运，相信也快到了。这份礼物不仅是送给堂妹，更是送给所有郝家人的一份大礼。吹你就吹吧，我今天非要看看像你这种穷到去卖的人有什么样的大礼物。不会是从那儿捡来的破烂吧？毕竟你爸妈就是个臭捡破烂的。小李，不管用什么方法，婚礼开始前必须把贺礼送到。遵命，老大，我们已经在加急了。贺礼马上就到，大娘，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吧？新郎官到！乡亲们，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郝美的婚礼，宴宴等下开始，大家吃好喝好啊！爸妈，这位是我之前在村里好像没见过。周欢是吧？在迟燕集团做事还顺利吗？你也知道我在迟燕集团？当然知道，你的工作是我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替你安排的。别搭理他，他就是个烂货。告诉你，今天是我们家小美大喜的日子，你要敢发骚勾搭我女婿，我饶不了你。郝女婿，迟燕集团那可是天大的厉害，这种烂货知道有什么稀奇？倒是你啊，郝女婿，你可给我们郝家长脸了。我听说你这女婿名牌大学毕业，还在给咱们修路的迟燕集团当领导呢。你家小美嫁得这么好，真是光宗耀祖啊！哪里，这都是我们郝家基因好，祖宗庇佑，保佑我家小美光宗耀祖呢。不像有些人烂得全村出名。妈，一会儿他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谁让你们做的？刚进门就想上桌，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大娘，那我们坐那儿啊，
让你们进门就是格外开恩了。你们还想做？福儿，我不在的这6年，你们也是这么随意打我妈的吗？谁让你们烂货母女得寸进尺，分不清高低贵贵？没本事，命是用来改的，不是用来认的。今天这座，我和我妈还就坐定了。谁让你们坐这儿的？我和我妈是客，就得坐。想坐？行，给我坐那桌。大伯，我妈是你弟妹，我是你亲侄女。今天你女儿我堂妹大婚，我们是直系亲属，为什么让我们跟傻子疯子坐一起？一个站街的公主，一个克死男人的丧门星，连礼钱都拿不起，能让你们跟傻子疯子坐一桌，已经是我们家宽厚仁慈了。行，你们要这么说，那我妈今天不但要坐，还要做主桌。巧合，你知道主桌上坐的是什么人吗？福儿，咱们就忍忍吧。我倒想知道，我们没资格上的主桌，谁有资格上？这上面的人哪个不比你这个烂够强？你看看，村长老、村支书、村长，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和你妈算什么东西？就是，又穷又烂，还想做主桌？你们用贫富把人分成3、6、9等，讨好富人，看不起穷人。行，我的贺礼马上就到，这份大礼就连主桌上这些人也要吓一跳。一个臭站街的能拿出什么吓一跳的大礼？吹，还吹！你要是真这么有出息，别说坐主桌，就算坐在我头上拉屎放屁都行。就是，你要是这种大人物，我认你当祖爷。别跟他们废话了，各位，婚礼马上开始。你们把他带过去坐，别在这里碍眼丢人。愣着干啥？动手！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出场。我不坐，给他俩按下，快点！放开我！放开我！别碰我妈，你们会后悔的！给我按结实！郝董，贺礼到！都丢了几十年的祖宝涅槃神凤。没错，这金凤是我们郝家村的传祖宝，当年被人偷走，族人整整找了几十年，如今珍宝重归我们郝家村，真是祖宗显灵，祖宗显灵啊！传祖宝，这就是咱们郝家村的传祖宝，不会是假的吧？没错，是真的，这是咱们村祖传的金凤，这上面的7颗红宝石不会有假，是真的。我小时候在咱们祠堂见过。你们不知道，这金凤108道淬火工艺，99次真金塑身，8个顶级匠人足足耗费了3个月才成。没想到我在闭眼之前还能看到咱们的祖宝回归，终于能给9泉之下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了。好福，好孩子，你是咱们村的福星，你就是咱们村的金凤凰啊！别碰，掉一点金粉就是好几十万，你赔不起。看来郝福这几年在外面真的出人头地了。天哪，这么贵重！你真是我们郝家村的大功臣、大福星。这都是我该做的。不可能，这不可能！福儿，这祖宝真是你买回来给咱们村的？没错妈，我说过，今天一定要让你抬起头，挺直腰。各位乡亲父老，我爸妈从小就告诉我，做人不能忘根，不能忘本。我在国外嘉提德拍卖会上看到它，即使所有人都在跟我争、跟我抢，不断竞价，我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拍下来，为的就是不让我们郝家的祖宝落到外人手中。好，郝家村没白养你。你还愣着干什么？要是让他们母女凭着这金凤在村里站稳脚，咱们家以后还不得被这个郝福压死？闭嘴！我就说郝福有出息，
在外面混得这么好，还不嫌弃咱们村里人的酒席，关键还送回来这么贵重的礼，真是不忘本。我宣布，郝福和他妈新梅今天必须做主桌。妈，我给您争气，为您争光了。等等，他这个是假的！造孽呀！长老，你，好你个郝建国，你这是大逆不道！大叔公，大逆不道的是这个烂货，他会那么好心花重金拍咱们的祖宝，依我看，这就是他用脏钱买来的假货，这就是个骗子！有眼无珠，你砸的可是价值4000万的稀世珍宝！你们看，凤凰飞了！凤凰显灵了，还有金龙，少见多怪，这就是咱们传祖宝的神奇之处。凤舞9天，龙羽苍穹，这是龙凤呈祥啊！现在传祖宝被郝建国砸碎，郝建国，你们全家要遭报应的，你就是郝家村的罪人。我不是罪人，我让你涅槃，我让你飞，我让你叫！拦住他！你是要气死我！叔爷，您别生气，这个金凤凰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是郝福在外面是做那啥赚脏钱买的，做什么？就是做那种见不得人事。哪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哎呀，他叔爷，您还不知道呢。郝福在外面做公主，没有，叔公，你相信郝福，他不是那种人。好啊，你还护着这个烂货，我打死你个丧门星！你们别太过分！我再说一次，我们辛家虽然穷，但绝不会做那种脏事儿。今天我女儿婚宴，我是念在同族同宗的份上，才让这个站街的和这个丧门星进来。结果你们拿脏钱买个破玩意儿欺骗乡亲，打你们都是轻的。说得对，一只野鸡送我老婆金凤，真恶心。我说你怎么有钱送礼？原来赚的都是脏钱臭钱！你这种公主不配姓郝。我们郝董是商业奇才，他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找这么个人替你说话，给了不少钱吧？你们的无知真的让人发笑。滚滚滚，快滚！这里不欢迎脏东西，别耽误人家结婚。就是一个公主还想抢风头，自作自受。对不起各位乡亲，我们家出了这种不要脸的东西，让大家看笑话了。大家今天都是来吃席的，别被垃圾败了兴致。咱们婚礼继续。对，各位乡村，这次婚宴，周花还以咱们村的名义，请了一位尊贵的证婚人，迟燕集团的第一董事。听说迟燕集团新上任的第一董事是个女孩，也是农村出身。人家那才是金凤凰，不像这种公主。还赖着不走干什么？我看你就是想见人家董事长，人家那种身份，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福儿，咱还是回去吧。妈，我们不能走。如果你们真的请了迟燕集团的第一董事，那这场婚宴我不走。凭什么？凭你们人人敬仰，人人想请迟燕集团第一董事，就是我。疯了！他已经彻底疯了！站街女，你又发什么疯？我女婿请的可是迟燕集团的第一董事，你听清了没有？迟燕集团第一董事。我听清了，我再说一遍，我就是。你福儿，妈知道你想给妈挣面子，但这种大话咱不能说，那种人不是咱们能够得着的。妈，我说的是真的。真的？争个屁！睁大眼看清这把全场独一无二的椅子，就是我们专门留给迟燕集团第一董事的。你冒充他，就是欺骗郝家村，就是整个郝家村的罪人。这把椅子除了我，在场的也无人敢坐，也没人配坐。你敢？有什么不敢？混账啊！你敢碰这个椅子试试？我不但要碰，还要坐。你真是无法无天，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贵的酒席就是为第一董事准备的？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以主宾的身份宣布，各位入座，开吃吧。主宾不到，你敢动筷子？我就是主宾，你们怎么才肯信？我死也不信！那种人物，是你这种粪坑里的贫农烧几辈子高香都够不着的。还行吧，每天早上照镜子就能见。装，接着装。你要是迟燕董事，我就是玉皇大帝。为什么我女儿就不能是？本来我不想坦白我的身份，怕说出来吓到大家，但现在我不说不行了。各位，其实迟燕集团的第一董事是我亲姐姐，而且我就在迟燕集团工作。你太客气了，我妈就我一个女儿，我哪来的亲弟弟？你这个女人少在这胡搅蛮缠！
我和郝美都在集团上班，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们。你们能在集团工作都是我安排的。别吹了，我们俩入职这么多年，为什么从来没在公司里见过你？我身为池燕集团第一董事，手下员工何止上千，你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我是你们想见就能随便见的吗？我看你是撒谎被抓，故意嘴硬吧。郝福，你还真是可怜。不过我也理解，你家全村最穷，还没上大学就没了爹，一个高中生在外面混，一没学历，二没文凭，像你这种社会底层，也只能通过冒充别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了吧？对，我爸死了，我上不起学。可我为什么上不起学？我爸为什么死？你们家心里没数吗？当初我爸给我爷过寿。父亲为了子女无私奉献，无悔一生。反了，真反了！今天我女儿大喜，你敢在她的婚宴上给你爹那个捣死鬼敬酒，你是想死吗？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赔钱货存心找事儿。对，我就是赔钱货。就因为你家生了个儿子，我妈生了我这个女儿，爷爷就把我家的钱都拿去补贴你家，说儿子才是一家人，女儿就是赔钱货。即使你家的儿子是个傻儿子，我从小就知道。而我之所以没钱上学，难道不是因为你们看不起女儿，不是因为爷爷偏心吗？混账东西！我是你亲爷爷，你一个赔钱货，敢教训我！我告诉你，我就是偏心，要怪就怪你爹娘没本事，你自己没出息。郝新堂再傻也是个儿子，能给家里传宗接代。郝美虽是个女儿，你再看看你是个风风光光，上大学有什么用？满嘴谎话就是我们郝家村的耻辱。爷爷，你错了。我错了？对，你做梦都不会想到，郝家所有子孙后代里，包括郝山村百年来所有人中，我才是那个最有出息的。爸，别跟他废话！主公，郝福这个烂货满嘴谎言，欺骗全村，给祖宗抹黑，给全族丢人，他触犯族规，应该立刻把他逐出族谱。对，逐出族谱，逐出族谱，逐出族谱。顾董，山里信号不好，您放心，夫人肯定不会有事的。快，再开快点！不要啊，爸！郝福身上流着郝家的血脉，你们不能这么对他，不能把他逐出族谱啊！妈，别跪！郝福，我问你，你今天得罪全村，闹得郝美的婚礼鸡犬不宁，闹得整个酒席人仰马翻，闹得自己众叛亲离，害得你妈当众下跪，你错不错？好，我认错，前提是反抗不公是错，坚持道义是错，替父母叫圈是错。如果这些是错，那这个错我认。什么？到了？好，我知道了。大家别跟他白费口舌了。池燕集团的董事长马上到，等人一到，他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再处置他，我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啊，我也想看看你们嘴里的池燕董事到底是什么人。不见黄河不死心，这次就叫你死个明明白白！来了，大人物来了！池燕集团董事到了，我看你这次怎么死！咱们就等着看笑话吧。终于来了！贵宾来了！郝家村的耻辱，你给我跪下！我要当着外人的面将你逐出宗族，让旁人也见识见识咱们郝家村的族风。谁跪谁还不一定，我也想看看来的究竟是谁。什么破地方，乌烟瘴气，路也这么破。姐，你终于来了！大董事长来了，看你还怎么装！我女儿真把人请来了，有些人做梦也想不到吧？看等下怎么收拾你！一群乡巴佬，脏死了！要不是你结婚，这种地方我才不会来。姐，这个女人刚才还冒充你呢，穷乡僻壤的也敢冒充我？谁是你们这儿管事儿的？今天不给我个说法，给你们郝家村修路的钱，我全部撤回。撤资？这怎么行？到嘴边的鸭子不能飞！
都怪郝福那个贱人，是他破坏我们的好事儿。周董，我是小美她爸，您千万别动怒，我们正打算修理他呢。丧门星，你骄女不善，祸害全村，你们母女跪下给周董磕头认错。凭什么让我妈磕头？不仅你妈要磕，你也得给我磕。来人，给我摁住他们，磕头认错。你们别为难郝福，我跪。妈，咱不跪。不跪？行，今天就把你们母女族谱除名，赶出村子，这辈子都别想再进郝家村。对，族谱除名，赶出村子，族谱除名，赶出村子。我再问一遍，你跪不跪？我和我妈不跪，今天不跪，以后永远也不再跪。好，那就断绝关系，就当我们郝家从来没生过你这个孽障。给我拿刀来！爸，你这是要干什么？咱们族里的规矩，以血祭天，断绝亲缘。什么？断绝亲缘？爷，我问你，你真想跟我断绝亲缘吗？爸，郝福他流的也是郝家的血呀！你要是执意要把他赶出家门，我就死给你看！那是你这个丧门星的血，早知道他现在这样，小时候就该掐死他。跟我断绝关系，你们确定不后悔？我好人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拿我这条老命赌咒，跟这个赔钱话断绝关系，我绝不后悔。我父母在郝家村，我生在郝家村，长在郝家村，郝家村的水土养育了我，我的人在这儿，根也在这儿。亲缘可以断绝，但不是你们跟我断，是我跟你们全村全族断。好，好，好，早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你趁早滚蛋，对我们全家都好。爷，我最后叫你一声爷。第一刀断亲缘，第二刀断根源，第三刀断祖源。一叩首，喝的是身体发肤受祖先；二叩首，喝的是养育之恩大过天；三叩首，喝的是青浓于水血脉炎。母儿，现在我和郝家恩怨情皆已断，从此血肉难相容，老死不往来。白眼狼，白眼狼啊！清族谱。好，郝家村第36代长氏，上禀天下禀地，阐明祖宗，不孝子孙郝福自作主张，斩断血脉。从今天起，我们郝家村再无此人。太好了，他们全家的地都归咱了。丧门星赔钱货已经不是我们村人了，还不滚！烧得好，快滚！做这么多，原来还是为了我和我妈的地。不过地也好，钱也好，路也好，你们恐怕一点好处都别想得。到这时候还满嘴胡话，还我们一点好处都别想得。周董事长，郝福已经不是我们郝家村的人了，这样处理你还满意不？还行吧，看在你们村处理的我还满意的份上，暂时不撤资，你们村修路的事继续。听到没有？你不是说我们一点好处别想得吗？怎么样，路照修，钱照发，这都是我女儿的功劳。你这个冒货还不滚！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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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既然我已经不是郝家村的人了，我也不需要再回来，这路也不必再修了。你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记住，是你们亲手断送了郝家村最大的福气。村长，郝家村修路的5个亿，撤回。还村长，还5个亿撤回？你是不是被断亲缘断傻了？我看他底气挺足，不会是真的吧？大家不用惊慌，他就是装的。你说什么？咱村的路不修了，分的地钱也得全部退回。怎么会这样？姐，这是怎么回事啊？还用说吗？肯定是因为这个烂货！你到底干了什么？你不是说你是池燕集团董事长吗？你解释解释。难道你真是？不可能，堂堂池燕集团董事长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姐，肯定是他冒充你，让池燕集团撤资的。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土包子，敢冒充我，你不想活了吗？冒充？应该是你冒充我才对吧？我冒充你？笑话！像你这种穷鬼，只是站在这儿就拉低了整个酒席的档次。我冒充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姐出了5个亿给村里修路，你算哪根葱？敢和我姐比？小心姐，
心好好的来参加你们郝家村的婚宴，给你们郝家村个面子，没想到这个贱货不识抬举。哎呀，我的鞋！你跪下来，把我的鞋擦干净。郝福，你不是做梦都想当迟燕集团的董事长吗？现在你面前就有一个亲自给董事长擦鞋的大好机会，让我给他擦鞋，愣着干嘛啊？擦呀！擦呀！我姐让你擦鞋是看得起你。就是，能给迟燕集团的董事长擦鞋是你的福气。你还别委屈，把我姐伺候高兴了，说不定我姐也发善心赏你个工作，你以后就不用去站街，彻底脱离贫农阶层了。你爸收破烂，你妈养鸡，你擦鞋给人擦鞋，真是一家人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珍惜，多少人等着抢呢？要不是姐看我们的面子，你还没这个机会呢。切，你一个站街的，几辈子都修不来这种福气。快擦！你们太过分了，过分！还有更过分的。爸，你快宣布婚礼开始，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爸妈好，嫁得好，什么都比他好。我要让全村都知道我是金凤凰，他是五角鸡。对，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妹妹嫁得好。菜堂吉时已到，各位宾客，请入座。你就亲眼看看我家好美跟你是什么差距。我家好美是天仙，你就是粪坑里的臭虫。大董事长，这边请。在我们郝家村，主座象征着身份地位，是在场最尊贵的人才能坐的位置。今日有幸能请到您入座，真是我们老郝家的荣幸，简直让我们整个郝家村都蓬荜生辉。只有您来了，只有您落座了，我们所有人才敢开始吃席呀！请董事长落主座。来，快坐。你用你的衣服把这个座位再给我擦干净点，还不过来给董事长效力？好，我擦。呀，我的大董事长，这不是又弄脏了吗？快，我来给你擦擦。大娘啊，你刚刚说的对，给董事长效力的机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来，我给你好好的擦干净。哎呀，这儿也脏了。来，董事长，你敢这么对我，你给我等着！我的婚宴，这可是8899的喜啊！这孽障疯了！给我抓住他！不用抓我，周欢、郝美，你们已经被迟燕集团开除了。5、4、3、2、1。什么？难道他真的是？姐，我们怎么会被开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惊小怪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姐，他刚刚就发了个什么消息？怎么5S 内我和周欢就被公司开除了？您不是董事长吗？你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好问的？就是我刚刚让人把你们开除的。啊？不开除你们，怎么让你们去米国开新公司呢？这次升职是我给你们2个准备的新婚大礼。我就说嘛，吓死我了！亏你们俩还是大学毕业生，这么好骗，竟然又在骗我们！绑起来！今天我不但要把你绑起来进猪笼，还要抽你！你们真的无可救药了！还敢胡言乱语，看我不打你！既然你们要欺负我们，那就打吧，打死！我们辛家虽然穷，但老实本分，重情重义，不像你们郝家黑心黑肺，颠倒黑白。是谁的错，我就罚谁。我今天必须代表郝家列祖列宗，惩罚郝福这个孽障。不能打，真的不能打，他肚子里有孩子。打我？你想打他们多少，就加倍打我，行不行？我看你很喜欢逞英雄嘛。我最讨厌看别人这副假惺惺的模样。要不这样，只要你现在当着所有父老乡亲的面，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我就去求我爸原谅好了，怎么样？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新家舅舅好歹也是长辈，哪有长辈钻碗配裤裆的？哎呀，不过谁叫他摊上这么个姐姐，这么个外甥女？好，舅舅不要！我钻！哈哈哈哈哈！我让你钻！我的儿啊！好福，你这是要害得我女儿女婿断子绝孙吧？老公，你还好吗？好福，我要杀了你！大叔公，好福木木尊长不守族法礼教，残害同村乡亲，这种伤天害理的孽障绝对不能轻饶，把他给我押到村外沉水塘。很好，太好了，你们今天谁也动不了我。动不了你，别的不说，你不是出去卖，不是赚了不少钱吗？沉水塘前，先把今天的酒席赔了。对，让他赔，就算死也必须先把钱赔了，赔偿大家所有的损失。大波兄，你们就放过他吧。只要你们放过我女儿，我愿意赔。你们说多少钱，我们给。100万。100万？我们去哪儿弄这100万啊？我不管。叔公，求求你先放开我女儿，只要你们放了她，我给你们当牛做马。100万就嫌多了，你们在这肆意妄为的时候，怎么不觉得多？破坏酒席，殴打贵客，我要100万还是少的？他不是说自己是迟燕集团的董事长吗？他不是说自己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吗？这点钱算啥呀？来人，给我搜身！别过来，别碰我，别碰我女儿！今天要是不赔偿，他沉塘沉定了。该我给的钱1分不少，但不该我给的1分没有。你不但不给，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你们不是一直不相信我是董事长吗？不相信我能拿出钱，不相信我给村里修路吗？等着，舅舅拨村长电话。郝村长，撤资的通知你已经收到了吧？马上来一趟郝美家。郝村长，撤资的通知你已经收到了吧？马上来一趟郝美家。郝董，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您为什么撤资啊？咱们郝家村就指望您修路致富的，您这是为什么呀？您在郝美婚礼上，我马上去找您。听到了吗？你们现在亲手送走了真正的财神。装还装！你要是财神爷，我就是王母娘娘。什么？村长，您现在要过来参加郝美的婚礼？好，好，好，热烈欢迎！咱们村长从施工现场过来了。如果拨款5亿的人是你，我这掌上的位置、当家人的位置都给你当。就是，你要是这么牛，我去给你妈当牛做马一辈子。哈哈哈哈！对，我也给你跪下来磕头道歉。好，你们都把这些话给记好了。你听好了，你要是迟燕集团的董事长，你要是给我们修路的人，我就从你舅舅当下钻过去。你对钻裆还真是有执念啊！行吧，等下就满足你。你信不信我抽死你？村长到了！就是这个疯子，冒充迟燕集团的董事长，还说是他咱们村投资的5亿修路呢。我看你才是个疯子。村长，这位是迟燕集团的董事长。郝董，您高抬贵手，救救咱们村吧！郝福竟然真的是董事长！咱们郝家村路不通，村民没活路，多少菜和水果都烂在地里了，还想着靠您修路大大发展呢。您这突然撤资，咱们村怎么办啊？您就当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乡亲们，继续给村里修路吧。您不修，我刚谈好的果商肯定不来了。而且这5亿对您这么大的集团来说，就是洒洒水。您到底为什么要撤资啊？为什么？你应该去问他，问他们。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你们到底怎么得罪了郝董事长？你们知不知道，送上门的财神爷都被你们给送走了？完了！
混账！你不是说他在县城做鸡吗？爸，你竟然打我！你怎么可以打我？我打你怎么了？我只是认错人了而已。认错人？认错人？你知不知道你害了我们全家，害了我们全村？侄女儿，你看误会一场嘛。我们实在是没想到你能混得这么好，竟然当上董事长，还给村里修路。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是你们自己不相信。哪里的话，都是一家人嘛，说说闹闹很正常。就是，既然误会解开了，要不这路还是继续修吧。对，还是继续修吧。抱歉，我决定的事情从来不会更改。你们这群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就困死在村里一辈子吧。这可怎么办啊？对了，刚刚是谁说要钻我舅舅裤裆来着？来吧，兑现承诺，钻吧。哼，你不会以为只有你有钱修路吧？我姐可是南城首富顾迟燕的未婚妻，这路你不修，我姐夫修。你姐姐还真是一路冒充到底。顾董事长顾迟燕就是因为我姐姐是郝家村的人，已经拨款要在郝家村搞一个大型山野度假村，到时候怎么可能不修路？谁还指望你啊？你就算是董事长又怎么样？你一个女的，再有钱有什么用？怀了个野种，就嫉妒人家嫁入真正的豪门。说的没错，我老公顾迟燕，人送外号商界阎罗，杀伐果断，整个南城没有不畏惧他的人。怎么办？老婆，你千万别出事儿啊！这怎么有个傻子？大爷，村里的喜宴都在哪儿办啊？我老公这么有权有势，等下我就让他把你从集团开除。我才是顾迟燕的未婚妻，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家里没镜子，也有尿吧？你怎么不撒一票照照自己这副尊容呢？土包子，你还真是长得丑但想得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你连他的脚趾头你都碰不着，真是异想天开。不信啊，谁的手机有清？来啊，你打电话把顾迟燕叫来啊。5分钟，你再不来，你老婆就要换人了。这真的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他马上就到，已经在村口了。他不会是真的吧？我还有事儿，没工夫跟你在这浪费时间。看在我弟新婚的面子上，我今天就不跟你计较。董事长夫人也太好了，真是大气。等一下，你的未婚夫马上就到了，你不见一下吗？放肆！人家都已经宽宏大量放你一马了，你怎么还这么不知好歹？我看他就是怀了野种，想找接盘侠，想嫁人想疯了。好，既然你这么想嫁人，那就嫁给那边的傻子吧。反正你把我女儿的婚礼都搅黄了，干脆你自己结好了。你是董事长又怎样？不还是个怀了孩子，有傻子能娶你就已经不错了。你现在嫁到了我们村，咱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看你还修不修路？让你得意，让你猖狂，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臭娘们真贱！把你的丑样拍下来发出去，看以后谁还敢娶你。谁敢动我老婆？顾董事长，你们谁伤了我的老婆孩子，我让你们整个村。别说陪葬，陪葬！老婆，我来晚了，你和宝宝受苦了。你还知道要来啊？你再晚来，我就要被逼着改嫁了。哪只手？我问你哪只手碰到我老婆？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平常连一根头发丝都不敢碰的，你们好大的狗胆！我们错了，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大人有大量，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不可能，他不可能是董事长。堂堂首富的儿子怎么可能这么听一个贱人的话？真正的顾迟燕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他就是个农村里出来的土包子。如果你们真是连孩子都有了，顾迟燕怎么可能现在还不娶你？我怎么连婚讯都没听说过？那是因为好福一直想得到家人的祝福再结婚，我这次就是来提亲的。我顾迟燕想要8抬大轿，明媒正娶，迎好福入门。怎么可能？她难道真的是董事长夫人？
市长，这么贵的礼物，只有首富才拿得出来。今天欺负我顾时宴老婆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之前投资你们郝家村建度假村是为了讨好我老婆，可你们却对她如此不敬，我也只好收回投资，让你们自食恶果。钱都没了，都怪该死的郝老大一家，不该被他们一家给骗了。我早说郝福是好孩子。砸死你们！砸死你们！都怪你们！你还有脸分钱分地，害了我们所有人！我希望大家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狗眼看人低是不对的，人善被人欺是不对的。你看看你生的好女儿，你看看你嫁的好男人，你看看你请的好姐姐，你看看你做的什么春秋大梦！凭什么都打我？凭什么？我怎么了？我有什么错？难道你们不想光宗耀祖吗？我不过也是想光宗耀祖而已，我跟他有什么区别？我只是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能抱到这么好的男人而已。我到底有什么错？你错了！我告诉你，我跟你有什么区别？我如今能够光宗耀祖，靠的是10年寒窗苦读，靠的是一路摸爬滚打，靠的是我爸的血，我妈的泪，我自己憋的那口气。而你呢？你又做了什么？凭什么我的这些努力，你随口一说的冒充顶替？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大侄女，好侄女，大伯求求你了，不要开除小美和周欢。现在这么好的工作，真的好遇到不好找，丢了工作，你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可以。谢谢您的大恩大德。不过，当年我妈怎么跟你们磕的头，你们就怎么给我妈磕回来。要是觉得过分就算了。不过分，我们磕。跪下！听没？我妈听不到。对不起。我妈听不到，你们对不起，听不到，你们能听到吗？听不到，弟妹，哥嫂嫂对不起你。大侄女，站累了吧？你快坐，你现在是我们整个村的荣耀啊！是吗？我已经被族谱除名了。我哪里配啊？不，怎么会除名呢？我们整个村以后还得靠你呢。爸，你帮我们跟福儿说说好话，毕竟这血浓于水的，再怎么样都是亲人啊。郝福，既然你回来了，那就好好给爷爷养老吧。血亲已断，从此您的死活与我无关。好你个逆子！是您自己说的，绝不会后悔。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爷爷，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你身上就是流着我的血，你不能说不认就不认。如果你不认，我就跑到你的集团去哭去闹去上吊，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堂堂实验集团的董事长是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你为什么都要欺负老实人啊？为什么都要欺负老实人啊？我辛劳忍了你们一辈子，今天有我外甥女在这撑腰，我再也不忍了。头3鞭，抽的是嫌贫爱富坏心肠，立字当头丧天良。后3鞭，打的是恩将仇报不义死，人面兽心望纲常。再3鞭，打的是虚情假意好街坊，脸上亲热，
杜丽良。这鞭子是规矩，是祖法，但若这规则不保护善良的人，若这祖法是在助长作恶，那今日我便废了这祖法，重新立这规矩。大侄女，求求你了！现在只有你能救你大伯了。怎么了？这是？其实你大伯我为了撑酒席的面子，借了高利贷，想着很快卖地能赚钱，但现在福儿啊，好几十万啊！你大伯要是还不上那些钱，会被人剁手的。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你不那么贪婪，拆迁加修路够你一辈子吃穿不愁。可惜你不仅想抢我妈的地，还要抢我的地。我今天要真一点身份都没有，岂不是被你们欺负惨了？我知道，大伯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当年我们借你车位的份上，最后帮帮我们吧。福儿，只愿你以后永远记得这个教训，忠厚做人，本分做事。我们以后一定老实做人。我这个人，记仇也记恩，所有家种都送去我舅舅家。是。好福。别叫我好福，我跟你们郝家恩断义绝。今天起，我跟我妈姓辛，以后我叫辛妇，辛妇，幸福。爸，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我记得，那是2014年4月12日，我也是跪在这里，妈让我看着你，说我不上学了。可我当时不敢看你，我怕我就算上了学也没混出名堂来，就算上了学也没办法出人头地，这样只会让您和妈对我更失望。但看到我妈那样跪着为我借钱，我突然一下就想通了，我没有退路，我必须赢，我必须闯出来。今天，爸，我终于敢看你的眼睛。大家的，咱亏你争气啊！你要是能亲眼看到就好了。咱闺女不仅自己出息了，还给村里建了希望小学，明天还要去剪彩呢。爸，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妈受苦了，再也不会让村里人瞧不起我们了。当家的，咱女儿今天真的可气派了，在大伯家的婚礼上带着我第一次把腰板挺直了，你不用再担心我一个人了，我以后可以靠咱佛儿了。老好啊，你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妈，这5年我没能联系你，你怪不怪我？傻孩子，妈不怪你，妈一直都相信你，无论你做什么事儿，你都有你的理由，都有你的苦衷，因为你是妈的命，妈不懂你，谁还懂你？妈，来，孩子。磕个头，这门亲，我和他爹也就算是同意了。爸，我知道你以前过苦日子，但没想过你这么苦。老婆，我会用余生治愈你的前半生。其实比我更不容易的女孩还有很多，但她们没我这么幸运。怎么说？你看，
虽然我家在农村，虽然我家是村里最穷，但我有就算擦鞋也要供我念书的爸爸。不论别人怎么诋毁，都相信我的妈妈，宁愿不娶老婆也要吃我的舅舅。还有你，我进入实验集团后，你陪我一起奋斗，追求我，教我更多，最后成为我的老公。你们都是我的底气，也是我的动力。你看，心福，我真的是很幸福的人呢。咱们以后还会有新的底气。哎呀，你别乱摸。明天还要早起剪彩呢。救我！救我！我不要，我想去念大学。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家里需要你去打工补贴。等一下，你们在干嘛？哪个村的你？别多管闲事。你所有的学费，包括考研出国，我都包了。恩人，恩人呐！大姐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你不用记得我的名字，你只要记得幸福。我听说实验集团的董事长来了，我是特意来请他剪彩的。他是在这里吗？老校长，好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你是？我是好福，现在叫心福。好福，我记得你，每次考试都考第1名的小丫头。你什么时候回来了？福儿也是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去看您。我听说，给咱们村盖希望小学的大老板来了，是这位吗？校长，村里的希望小学是我出钱修建的。好孩子啊，难为你还念着村里，我替村里的孩子们谢谢你了。老校长，我可当不起。当年要不是您的鼓励，我也不会一直读书读下去。您这些年扎根在这大山里，培养出了好多像我这样的孩子，是我们该感谢您。感谢您培养了好福，让他走出这座大山，要不然我也遇不到他。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您当年的教导和帮助。好，好，看到你们能有出息，我就满足了。我还是要替山里的孩子们谢谢你。我们的条件太差了，学校不止留不住学生，连老师都留不住。这下好了，有了这学校，我将来劝人读书都多了几分底气。我就是靠念书走出这大山的，比谁都知道读书的重要性。给村里建学校，是我一直的希望。走走走，跟我一起去新学校剪彩。以前啊，我们这学校就那2间破房子，外面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连课都没法上。现在好了，孩子们总算有了好好上课的地方。稍后我会安排给每个教室都配上全套的高科技教学设备。我也会高薪聘请几位专业名师来学校，让山里的孩子享受跟城里一样的教育资源。福儿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不需要您的感谢，我只希望这大山再也困不住想出去的孩子。明天的剪彩仪式，你可一定要来参加。
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学生的光。好，明天大家都来，我有事情要宣布。好，我也来。好啥好？你又不上学，跟你有啥关系？你多大了？我是郝福，现在已经改名叫心福。我就是靠着读书走出了这大山，不止考上了大学，现在更是迟燕集团的董事长。董事长？那该特别有钱吧？没错，这所希望小学就是我出钱修建的。天哪，老郝家的姑娘居然出息了！当年谁不知道我们家是全村最穷的，只能靠爸妈擦鞋维持生计，哪怕考上了大学，却连学费都交不起。可现在我已经可以用我的力量改变全村人的生活。这就是读书的意义。肯定要读，说不定我儿子将来也能当大老板。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想送我儿子去上学了。行，等开学，妈就送你去读书，将来也赚大钱。妈，我也想上学，让你哥去就行了。你一个女孩凑什么热闹？谁说只有男孩能读书？村里人都这么说。哎呀，女孩子读书做什么？稍微认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就可以啦。读书不分男女，我就是女孩，不一样读书上学。可是我妈说女孩上学是浪费钱。我们国家有教育，现在读书都不用掏钱。你还真会说风凉话。就算是上学不用掏钱，可书不要钱吗？本子和笔不要钱吗？难道你给掏啊？对，这些费用我出。在希望小学念书，书本、杂费和食宿全免。那也不行，读书这事儿还是得男孩子来。这女孩子都去念书了，家里的活谁干？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样重男轻女的家庭？校长，这样的情况在村里多吗？大山里就这样的风气，重男轻女，封建不开化。每年我都一家一家的去劝人送女孩来读书，可到最后也没有几个。当年我送福儿去读书，也是遭了人不少白眼，都是我拎不清。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的吗？有好事肯定是要紧着儿子。一直以来就是对的吗？不，我偏要改变这一切，改变这大山里的风气。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读书是男孩子的事，女孩就该在家好好干活？当然，男孩书读出来更是光宗耀祖，女孩子读书能有什么用？他们早晚都是要嫁人的，就算能有出息，那也是外人。就是嘛，反正都要嫁人，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有用！你们看我就是女孩，难道因为一句外人我就不管自己的家人了吗？女孩子有了本事，一样光宗耀祖，一样能为家乡做出贡献。难道你们要因为这点偏见，放弃改变人生的机会吗？郝福说的对，每一个女孩都不只是她们自己，还会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一个女孩接受教育，可以改变3代人的命运，改变整个家庭的未来。你们真应该去外面看看，多少大企业领导，多少成功人士都是女性，女孩子从不比男孩子差在哪里。就像这小学的名字，金凤凰希望小学。我希望将来我们这穷山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校长救我！我不要嫁人。张兰，发生什么事了？我爸妈收了人家的彩礼，要把我嫁给隔壁村的傻子。这是我们村的孩子张兰，成绩特别好，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你个小兔崽子，赶紧回来，人家男方还等着呢。我不嫁人，你们明明答应了让我读书的。让你读书是为了彩礼高一点，现在已经有人出钱了，你还上什么学？妈，你让我继续上吧，我一定考个好大学，将来赚更多的钱给您。
考什么考？上大学不要钱啊？赶紧跟妈回家，人家把彩礼都送来了。我就说女孩子不能读书吧，你看看这书读多了都不愿意嫁人了。你女孩子还是好好待在家里吧，读书读的心都野了。放开他！你谁呀？多管闲事儿！你收了男方多少彩礼？10001块，万里挑一，这可是10里8乡都没有的价格。为了1万块，你就把女儿卖给傻子了？什么傻子？人家只是反应慢，让她嫁过去，那是享福。如果真的是享福，还轮得到给你们家？你有没有想过，等她毕业后工作能赚多少个1万块？你真的要为了这点钱毁掉她的未来吗？妈！你答应了？答应什么？既然他肯出钱，那我就再等几个月。你要是考不上，那就立刻给我回家嫁人。你看到了，你只有考出去这一条路，想改变人生，就只能更加努力。可不能听他瞎说，都学他一样考出去。咱们村可就没有女孩了，没有女孩子，我儿子怎么娶老婆？对呀，这娶不到老婆就生不了孩子，没孩子咱们村的根可就断了。这出去的女孩心都变野了，一走可就不回来了。我不就回来了吗？我不止回来了，还带着投资回来，可以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改变全村人的生活。难道待在这大山里生孩子，让他们继承你们的贫穷？要是有能力，谁愿意受穷？这不是没办法吗？谁说没有办法？读书就是最好的办法。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靠学习走出这座大山，再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困境，这就是读书的意义，也是我建立这所学校的初衷。我们也想啊，但考出去哪有那么容易？不容易就加倍努力，别人可以，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我不只会建立这一所希望小学，还会建立初中、高中，并且资助所有孩子一生的教育费用。我不想再看到我们山里的孩子明明有能力上学，却被这大山挡住了前路。最重要的是，我不只会帮助张兰，所有学生只要考上重点大学，我都会额外奖励每个家庭100万。100万，那是多少？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有了这笔钱，那还嫁什么人啊？郝福，你说的是真的吗？自然是真的。我将会以迟燕集团的名义设立奖学金，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可以领取相应的奖励。高考的时候，只要考上重点大学时，每个家庭我都将拿出100万作为奖励。谢谢你，我大山里的所有孩子，谢谢你。有了你的帮助，他们的未来肯定会不一样。100万，真的给100万啊！为了这钱也得拼命让孩子念书，上学必须得上学，把我们家的几个丫头都送到学校去。得赶紧打电话给我二哥，让他也把辍学的丫头送来。他家丫头成绩好，肯定能有奖学金。我现在就打电话去。爸爸为你骄傲，你不只改变了我们家，还会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妈，我说过，我要成为你的荣耀。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知名企业家迟燕集团董事长辛福为金凤凰希望小学讲话剪彩。迟燕集团宣布会资助所有孩子一生的教育费用，只要考上重点大学，额外奖励每个家庭100万。我想跟所有大山里的孩子说，只要你想，只要你敢，就一定可以走出去，走出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另外，我决定继续投资给村里修路。对了，明明这些村里人让你这么伤心，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决定要半路呢？
因为能走出来的人，怎么都能走出来；走不出来的人，怎么都会困在这里。老婆是个大哲人，我赞同。你知道吗？小时候总觉得这条路好长好长，可为什么现在一下子就走到头了？因为现在有和你一起同行的人。往前跑，别回头，往前跑，往前跑！